我的好兄弟锁柱生在一个极其幸福和睦的家庭，他有个懂事的弟弟和疼爱自己的父母，但却因为某一天说错了一句话，被家人强行注射了一针毒药，随后像垃圾一样被家人丢弃。一天早上，锁柱突然问了妈妈一句：“今天是周几？”此话一出，家人的脸色突然全部变得阴沉，直勾勾地盯着锁柱。哥哥，你脑袋没问题吧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只不过是忘了周几而已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今天是周五。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一天锁柱的脑袋都昏昏沉沉的，而妈妈也不像往日那样对锁柱呵护备至，而是时不时的用异样的眼神打量锁柱，这让锁柱感到非常伤心。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锁柱刚吃了一口，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，紧接着狂吐不止。反观爸爸妈妈和弟弟，则是吃得津津有味，爸爸和弟弟还不停地点赞妈妈的厨艺。锁柱觉得可能是自己身体不舒服影响了味觉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又过了几天，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，锁柱发现自己身上竟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不少黑斑，而且身体也日渐衰弱。他还总觉得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。一天夜里，锁柱被噩梦惊醒，他发现弟弟正在床头恶狠狠地盯着自己，而且手里还拿着个超大号的针管。没等锁柱反应，弟弟突然扑向了自己，但弟弟毕竟是个小孩子，几下弟弟就被锁柱推到了地上。爸爸妈妈闻声赶来，他们赶紧扶着弟弟走了出去，就好像躲瘟神一样。这几天发生的一切真是太离奇了，家人们对锁柱的态度可谓是180度大转弯，而且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。是不是妈妈在我的饭菜里下毒了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家才行。锁柱刚要悄悄溜出去，就听见家人们在商量着什么，而讨论的内容差点让锁柱叫出来。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呢？多危险啊！爸爸妈妈会处理掉他的。记忆力衰退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身体长黑斑，被害妄想症。接下来他的情绪会越来越暴躁，逐渐失控，得赶紧动手才行。听到这里，锁柱撒腿就跑，但没跑几步，锁柱就感觉到一阵眩晕，随即便倒在了地上。等锁柱睁开眼时，爸爸妈妈弟弟已经站在了他的眼前。锁柱还想逃，但他哪能有3个人的力气大。锁柱被家人们抓住，随即被注射了一针毒药，随后像垃圾一样被丢在了垃圾堆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为什么锁柱会遭到家人这般待遇？原来锁柱早在几年前就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，而在垃圾堆旁的那个只不过是锁柱的一个克隆人而已。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弥补家人们对锁柱的思念，填补他们对失去锁柱的悲伤。但克隆人的技术并不成熟，且寿命非常短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同样的故障，情绪和行为会逐渐走向失控，所以购买克隆人的家庭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去旧换新。点个双击不迷路，下集继续睡前小故事。